最近啊，中国各地政府部门的日子真是不好过。前段时间，在广东汕尾，几十名医护人员聚集在公立医院大厅，举着我们要吃饭的纸牌抗议。东北伊春市的退休工人更惨，养老金都拖欠好几个月了。这些场景让人想起90年代国企改革时期，只不过这回遭殃的不是企业职工，而是政府雇员。咱们来看看具体数据。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到2023年底，中国地方政府显性债务高达40万亿。如果再加上地方融资平台的隐性债务65万亿，这个数字就更吓人了，总共105万亿。这相当于什么概念呢？2023年，中国 GDP 才121万亿，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债务几乎跟一年的经济总量差不多了。中央政府看到这情况也慌了。11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火速通过了一项议案，允许地方政府在未来3年新增举债6万亿。但说实话，这点钱根本不够填窟窿。就像一个欠了100万的人，你给他6万，能解决什么问题？而且关键是，这6万还不是白给的，是让他再借6万新债去还旧债。更要命的是，这些债务里头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烂账。以前地方政府靠卖地还债，现在房地产市场萎靡不振，土地财政这条路也走不通了。2024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暴跌超过 20%， 创下近10年最大降幅。有意思的是，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一些地方政府想出了奇葩招数。比如重庆某区成立了个专门的砸锅卖铁工作专班，这名字起的也是绝了，直接把卖家底写进工作标题里。湖北一家酒厂更惨，被要求补缴1994年到2009年间的消费税，整整追溯了15年，金额高达8500万。所以啊，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一边是天量债务压顶，一边是各种开源节流的招数用尽。去年有些省份的月度债务还款额已经达到月度收入的 125%。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你赚100块钱，光还债就得花125块，连吃饭的钱都不够了。看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形势比疫情期间还严重？但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最近的热搜你们看了吗？某省级医院的医护人员围着院长讨薪，场面一度失控。这种事情在中国越来越普遍了。但你们想过没有，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其实啊，这跟咱老百姓的存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给大家算一笔账，中国老百姓的钱主要存在哪？就是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中国居民存款总额高达120万亿。这么多钱去哪了？今天我就给大家扒一扒这背后的真相。先说说全国的125家城市商业银行。这些银行表面上是商业银行，实际上都是地方政府的提款机。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地方政府在这些银行的平均持股比例是 24.2%， 再加上通过其他企业的间接持股，基本上是完全控制。这些地方政府是怎么从银行拿钱的呢？有2招，第一招叫指导性贷款，说白了就是强迫银行给政府的投资平台放贷。第二招更直接，就是让银行买地方债券。财政部的数据显示，目前地方政府债券 81.52% 都是银行在接盘，余额高达34万亿。我再给大家算个更吓人的数字。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占全国银行业的 15.5%， 按这个比例估算，城市商业银行手里的居民存款也就23万亿左右。但是他们买的地方债券就高达34万亿。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光靠居民存款都不够填这个窟窿了，银行已经被掏空了。更让人揪心的是，现在连银行的生存都成问题了。
2023年底，整个银行业的净息差跌破了 1.5%， 创下历史新低。简单说就是银行赚钱越来越难了。原因很简单，地方政府借了钱不还，连利息都开始拖欠了。有人可能会说，没事儿，政府不是在11月份批了6万亿新债额度吗？但你们想过没有，这6万亿连地方政府融资平台65万亿债务的零头都不到。而且这些钱主要就是为了帮地方政府付利息，避免债券违约。说白了，就是在给银行续命。情况已经严重到什么地步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今年夏天，在北方某城市，一个政府部门门口挂着条横幅，拖欠农民工工资，还我血汗钱。你们想想，政府机关门口都能挂出这种横幅了，得有多绝望？更可怕的是，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为了找钱，开始追缴几年前甚至10几年前的税款。据统计，今年内地上市公司补缴的历史欠税已达 4.63 亿，是去年的 2.6倍。河北有家企业甚至被追缴了1994年的消费税，这都快30年了。还有更狠的，一些地方干脆成立了化债专班，顾名思义，就是专门想办法凑钱还债。但问题是，债务规模实在太大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相当于 GDP 的 85%。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全国人民1年不吃不喝，把所有收入都拿来还债，也还不完。所以啊，这次的债务危机比表面看到的要严重得多。不光是地方政府撑不住了，连整个银行体系都在摇摇欲坠。大家还记得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吗？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在1996年，中国就已经经历过一场金融危机，只是被政府悄悄化解了。但这次不一样了，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这次的危机可能会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先说说1996年那场危机是怎么回事。当时全国12万个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 83%， 4大国有银行的坏账率达到了惊人的 70%。 具体数字是这样的，银行的坏账高达4300多亿，而银行的资本金只有1500多亿，每年光是企业拒付的利息就超过1000亿。说白了，整个银行系统已经严重资不抵债了。那次危机是怎么解决的？三板斧国企私有化，加入 WTO， 大量引进外资。但现在呢？这3招全都用不了了。第一，现在的国企都是什么？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网这些战略性企业，你能私有化吗？第二， WTO 红利早就吃完了。现在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关税，欧盟搞去风险，出口这条路已经被堵死了。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对美出口同比下降超过 30%， 创下历史最大跌幅。第三，外资不进来了。202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同比下降 8%， 这还是官方数据。摩根大通的报告显示，一些跨国公司已经开始从中国撤资，转向越南、印度等国家。现在的经济形势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地方政府的显性和隐性债务总额高达105万亿，这个数字已经相当于中国 GDP 的 85%。与此同时，6大国有银行的经营状况也每况愈下，净息差已跌破 1.5%， 低于维持正常运营所需的安全线。更令人担忧的是，全国125家城市商业银行总共购买了34万亿的地方债券，但这些银行的存款总额仅有23万亿，意味着他们已经严重资不抵债。雪上加霜的是，2024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暴跌超过 20%， 这进一步加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这些数据勾勒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经济图景。有金融专家预测，
如果不采取极端措施，中国的银行系统可能在未来3-5年内面临系统性风险。这次可不是耸人听闻，因为已经出现了很多危险信号。多个省份的公务员工资发放出现问题，各地医保支付出现困难，一些城市的公交系统因资金短缺濒临停运，地方政府大规模追缴历史欠税，银行开始降薪裁员。最可怕的是什么？是地方政府和银行已经形成了一个互相套牢的怪圈，政府没钱就逼银行放贷，银行资金紧张就靠政府救助，最后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多米诺骨牌效应。有人说了，中央不是在救市吗？6万亿新债额度不是已经批了？但这点钱根本不够看。有分析师算了笔账，这笔钱未来5年最多节省6000亿利息支出，相当于每年 GDP 的 0.1%。说白了就是杯水车薪。所以现在的局面是这样，地方政府没钱了，银行快撑不住了，但以前那些救命稻草这次都用不上了。更要命的是，这次的债务规模比1996年那次大了整整100倍。最后给大家提个醒，如果这场危机真的爆发，首当其冲的就是老百姓的存款安全。现在很多银行已经开始限制大额取款了，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建议大家提前做好风险防范，毕竟这次的金融危机2.0可能真的会惊动全世界。